你正在发出的频率，正在为你安排未来。我曾经以为未来是靠计划撑起来的，是靠努力交换来的，是靠一次又一次撑过去，才会慢慢靠近理想的样子。后来我才发现，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，不是我表面上做了多少事，而是我每天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多少话。那是一种很隐微的力量，安静却持续。我开始留意自己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内在是什么状态？是焦急的，还是匮乏的？是觉得自己永远慢一步，还是始终不够好？我发现，即使我嘴上说着没事，心里却一直在发出不安。即使我告诉自己要相信，身体却始终处在防备。那些没有被我看见的状态，其实一直在发送讯号，而生命从来没有忽略过它们。我开始明白，频率不是口号，不是想象，而是我如何对待每一个当下的自己。当我习惯责怪自己，世界就不断回应压力。当我长期怀疑自己，机会就变得迟疑。不是惩罚，而是共振。后来我试着做一件很小的事，不是改变未来，而是回到现在。我开始在情绪升起时，不再急着否定，不再要求自己振作，只是停下来感受。我发现，当我允许疲惫，身体反而有了恢复的空间。当我承认害怕，内在反而变得稳定。频率就在这些微小的选择里悄悄改变。我不再用匮乏的眼光看生活，也不再用焦虑催促未来。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回呼吸，放回身体，放回此刻我真正的感受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时间没有追着我跑。当内在不再慌乱，外在也慢慢放慢脚步。事情开始以刚刚好的速度出现，人开始在对的状态里靠近，选择不再让我消耗。我才明白，未来不是突然降临的，而是每天被频率一点一点铺出来的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世界就怎么对待你。你如何相信，现实就如何回应。当我不再用恐惧预知明天，明天就不再需要用困难提醒我停下。当我选择温柔，生命就回馈稳定。原来，你正在发出的频率，真的正在为你安排未来。不是用力，不是对抗，而是你是否愿意，在此刻，与自己站在同一边。你正在调整的，不是方向，而是频率。曾经的我，一直以为自己走错路了，所以我不停修正，不停转弯，不停问，是不是选错了方向？我看着别人前进，心里却越来越慌，好像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再果断一点，再逼自己一次，就能追上那个所谓正确的人生。可是越跑越累，不是因为路太远，而是整个人都在硬撑。那时候我才慢慢意识到，也许问题从来不在方向，因为同一条路，在不同状态下走，感觉会完全不一样。当我带着焦虑前进，每一个选择都像逃跑；当我带着匮乏做决定，每一步都在证明自己不够。我开始发现，真正影响结果的，不是我往哪里走，而是我用什么状态在走。频率一直比计划更诚实。你嘴上说相信，身体却在防备，世界收到的永远是后者。你告诉自己要放下，内心却充满恐惧，生命回应的也只会是那份紧绷。后来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停下，我不再急着找答案，也不再逼自己做选择，我开始回到感受，回到呼吸，回到身体，回到此刻。我问自己，不是该往哪里走，而是我现在站在什么样的频率里。
是急的还是稳的？是想证明还是想靠近自己？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当频率不对，在正确的方向都会走得很痛苦，但当频率对齐，就算还不知道终点，脚步也会自然向前。我开始调整的不是人生蓝图，而是内在状态。我允许自己慢，允许不确定，允许还没准备好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逼迫自己前进，生活反而开始推我一把。不是用压力，而是用机会；不是用恐惧，而是用刚刚好的邀请。我发现，频率一旦改变，现实会自动重组。人会换，选择会变，路依然是那条路，但走起来不再那么重。原来你不需要一直怀疑自己，你只是需要回到对的状态。当你站在稳定里，世界就不再摇晃；当你站在信任里，事情就会自己对齐。你正在调整的，真的不是方向，而是你如何对待自己，如何与此刻同在。频率对了，路自然会出现。原来宇宙回应的是我的状态，而不是愿望。我曾经很努力的许愿，在心里反复描绘未来的样子，告诉自己只要想得够清楚、够正向、够用力，世界就会回应我想要的结果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些愿望总是卡在半路，像听见了，却没有真正靠近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不够相信？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内心哪里不够干净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后，终于累到不想再要求自己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我许愿的时候，内在其实充满焦急。我说我想要，但心里其实是在害怕失去。我说我相信，但身体却一直处在紧绷。我说我期待未来，却在每一个当下，对现在的自己不耐烦。那时我才慢慢明白，宇宙听见的，从来不是我说出口的话，而是我正在活出的状态。我一边渴望丰盛，一边活在匮乏里。我一边想要被爱，一边不断否定自己。我一边期待转变，一边抗拒当下的感受。那些矛盾一直在我的频率里，而生命只是如实回应，不是考验，不是延迟，而是一种精准的反射。后来我不再急着许愿，而是开始观察自己。我观察自己在没有结果的时候，是放松还是焦躁？我观察自己在等待的过程里，是信任还是怀疑？我发现，真正影响一切的，不是我想要什么，而是我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当我活在急迫里，世界就用延迟回应我；当我活在不安里，现实就不断提醒我风险。不是因为我不配，而是因为那正是我散发的状态。于是我开始做一件很温柔的事，我不再催促宇宙，也不再质问命运，我把注意力拉回此刻的自己。我开始练习，在还没得到之前，先对自己好一点。在事情还不明朗的时候，允许不确定存在。在结果还没出现的日子里，先让心安住。那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生存的对齐。我开始发现，当我不再用匮乏的心活着，丰盛反而慢慢靠近。当我不再用恐惧去爱，关系开始变得真实。当我不再抓紧未来，现在反而给了我更多线索。原来，宇宙不是在实现愿望，而是在回应状态。你活在信任里，回来的就是支持；你活在稳定里，回来的就是机会；你活在自我怀疑里，回来的也只会是考验。不是好坏，只是一致。当我终于理解这一点，
我不再急着改变外在。我开始调整呼吸，调整对自己的语气，调整面对生活的姿态。我让自己站在愿望已经被理解的状态里，而不是还在祈求的姿态里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静，不是什么都完成了，而是我不再和此刻对抗。而生命就在那样的状态中慢慢动了起来。原来我不需要一直想要，我只需要成为。当我成为信任，未来自然会走向我。原来命运回应的是我的一致性。我曾经以为命运是一条写好的线，不论我怎么努力，都只能被推着往前。所以我学会忍，学会配合，学会在心里有想法，却在行动上妥协。我告诉自己没关系，一边安慰，一边委屈。我说我想要自由，却每天活在勉强里。我说我想要被珍惜，却一次又一次忽略自己的感受。我说我相信自己，却在每个选择前，先否定内心的声音。那时候我不懂，为什么命运总是带我走回熟悉的困境，好像怎么选，结果都差不多。后来我才慢慢看见，不是命运在重复，而是我在分裂。我的嘴巴说着渴望，我的行动却充满恐惧。我的头脑想要改变，我的身体却一直退缩。那样的我发出的讯号本来就混乱，而命运只是忠实的回应。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不一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不再急着改变未来，而是停下来，诚实地看着自己。我问自己，你现在的选择真的来自你内心吗？还是只是害怕失去？那一刻很痛，因为我看见了太多妥协。但也是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对自己负责。我开始练习一件很简单，却很不容易的事。我让想法、感受、行动站在同一条线上，不在一边说没事，一边心碎；不在一边说愿意，一边耗尽。当我不想要，我就承认；当我害怕，我不再假装勇敢；当我真的想前进，我让身体跟上。那种一致不是完美，而是真实。我发现，当我开始对齐自己，命运也开始换一种方式回应，不再让我卡在同样的考验，不再用重复的情境提醒我醒来。人慢慢变了，关系慢慢不同，选择开始轻一点。不是世界突然温柔，而是我不再背叛自己。原来命运不是在测试我撑不撑得住，而是在等我站稳。当我内在一致，外在就不再混乱。当我不再一边前进，一边拉扯，生命的力量自然集中。我才明白，命运真正回应的，从来不是我的渴望，不是我的努力，而是我是否愿意活成自己说的那个样子。当我一致，路就清楚了。不是因为答案出现，而是我终于不再分散。而那一刻，命运开始站在我这一边。原来真正的吸引是内外一致。我曾经以为吸引是一种技巧，是一套方法，是只要想得够清楚，说得够肯定，世界就会照着我期待的样子回应。所以我努力表现得正向，努力看起来有力量，努力在别人面前说我没事，我可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些话语背后藏着多少不安。我一边说着相信，一边却在夜里反复怀疑。我一边期待靠近，一边又害怕受伤。我一边想要改变人生，一边却紧抓着熟悉的痛。那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越努力吸引，越感觉不到真正的靠近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不是世界不回应，
而是我内外正在分裂。我外在发出的讯号和内在真正的状态从来没有站在同一个位置。我嘴上说我值得，心里却一直在问，真的吗？我表现得很笃定，身体却始终紧绷。那样的我其实一直在消耗能量，因为我不只是向外付出，我还要花力气压住真实的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到不想再演了，不是放弃，而是松手。我开始诚实地承认，我其实会怕，我其实会怀疑，我其实还在学着相信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变得更脆弱，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终于不用再分成两个自己。我开始让内在和外在慢慢对齐。当我不想要，我不再勉强点头；当我需要休息，我不再用忙碌掩盖；当我感到不安，我不再假装洒脱。那样的生活看起来没有那么用力，却异常真实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试图吸引什么，反而开始被靠近。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完美，而是因为我变得一致。内在不再拉扯，外在自然安定。我不用再用力证明，因为状态本身就已经在说话。原来真正的吸引，不是你想要什么，而是你正在成为什么。当你内在相信，外在就不需要说服。当你内在安住，世界就会放下防备。那是一种很安静的力量，不张扬，却持续。我开始理解，吸引不是抓住，而是对齐；不是用力拉，而是站稳。当内外一致，你不需要再追，该来的自然会走向你。原来最深的吸引，从来不是向外发送，而是回到自己，然后不再分裂。你相信的版本，决定你活出的世界。我曾经以为世界就是它看起来的样子，现实就是眼前的条件，而我只能在既定的框架里尽力撑出一条路。那时候的我很少去问自己相信什么，只是不断回应外界的要求，回应压力，回应期待，回应那些没有说出口却始终存在的比较。我活得很用力，却始终觉得不踏实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不是世界太难，而是我一直活在一个对自己并不友善的版本里。那个版本的我，深深相信必须先证明价值，才能被肯定。那个版本的我，相信安全来自控制，所以从不真正放松。那个版本的我，相信失败会被放大，所以不敢完全尝试。于是，我活出的世界真的充满竞争，充满焦虑，充满随时可能被淘汰的不安。不是因为世界本来如此，而是因为我用那样的信念在观看一切。我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：当我相信自己不被支持，我看见的都是阻碍；当我相信自己必须撑住，生活就不断测试我的极限；当我相信自己还不够好，世界就不停提醒我差距。那些经验看似是事实，其实是回应，回应我内在早已写好的版本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而是我不想再用那种方式活着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相信必须很辛苦，世界会不会不一样？如果我不再相信我永远慢一步，生活会不会换一种节奏？那不是立刻的改变，而是一个很细微的转向。我开始练习用另一个版本看自己，不是否认困难，而是在困难中不再全然否定自己。我开始相信，我可以一边不确定，一边前进。我可以一边学习，一边被支持。我可以不完美，也不被抛下。这些相信一开始很小，
小到连我自己都不太确定。但世界却像听见了一样，事情开始出现缓冲，人开始给我空间，机会不再那么急着考验我。不是因为世界变简单了，而是我换了一副眼睛。我开始明白，我们不是活在同一个世界，而是活在各自相信的世界里。你相信人会离开，世界就充满不安。你相信自己值得，关系就开始对等。你相信人生需要交换痛苦，生活就不断索取代价。你相信流动与支持，路就慢慢打开。这不是幻想，而是一种内在的设定。你每天对自己说的话，你默默接受的假设，你从未质疑的信念，都在塑造你正在经验的现实。当我开始选择另一个版本，不是最完美的，而是最温柔的，世界也跟着松了一点。我不再用怀疑看每一次机会，也不再用恐惧解读每一个未知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懂得，不是世界决定我是谁，而是我相信的自己正在决定我看见的世界。当你愿意更新内在的版本，外在自然会重新载入。你相信的版本真的正在默默安排你每天所遇见的一切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